听说南方从来不会有寂寞，听说在海边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，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，好想看你的笑容，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怎么找都不会再有，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，慢慢触摸天空暖暖的我在这天黑了也不会走。你的快乐除了他还有我永远守候，不要难过。各位观众，今晚我们的台上来了一位少女。这位少女一出世就双眼失明，母亲因为生下她，遭受了无数的白眼和嘲笑。无名，不要离开。不会，我会在台下看着你。这可怜的夏女就跟着她爸爸，一天天的成长。她的爸爸为了栽培抚养她，受尽千般辛，万般苦，终于不知倒下，患上了绝症。为了筹集爸爸的医药费，这可怜的夏女只好抛头露面，到歌台来卖唱救父。让我们大家欢迎这可怜的少女阿狸小姐。阿狸啊，到你了，来上去吧。忘了多久没有一个人走走，忘了多久没有静下心回首，尝遍岁月的冷暖无休，有什么是不可看透？是依然下一个路口，是欢喜还是心愁？谁计较成功或失败？是否想搬到白头？梦想也陪着暖了久，已结识的是错漏。天价每处欢喜悲忧，都会溢出曾经的拥有。我是《天日报》记者，我可以跟你做个访问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是他的经理人，你可以访问我。我想对你的身世多了解一下。刚才在台上对你的介绍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你们赶下一场，你们先走吧。去。他母亲到现在还没跟他相认吗？没有了，已经是一去不回头了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小弟姓江。无名，你在不在啊？无名，快走，还无名。盲女卖唱救父，自小被狠心妈妈抛弃，父病重卖唱筹医药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阿狸红了咯。我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自小被狠心妈妈抛弃，那个狠心妈妈不是在说我吗？是不是他自己说的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说的。
如果不是他自己说，人家怎么会写出来啊？哦，哼，我看一定是因为江海叫他这么说的。他平时不是很有性格的吗？人家叫他说就说吗？他到底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妈妈？明明养大他的是我哎，抛弃他是那个没良心的爸爸，现在反过来说是我狠心抛下他。好啊，我狠心是吗？我就让他看我狠起心来是什么样子的。黄飞龙，你去帮我查一查，他今晚在哪里登台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去拆他的台。你不如到我们那儿住吧，我那儿有田有地有房子，我那老公又跑了，你啊爱住多久都可以。再说我们那儿机会多的是，要做生意还不容易，这好过你啊老是挨着这里演那个什么死鬼布袋戏的。还有啊，要被你那凶巴巴的老婆压得你死死的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嘛？我怎么说都有口饭吃。有屋之租啊！哎呀，我也可以给你吃给你住的。现在人人都到我们那儿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儿钱容易赚，人容易发达嘛。你只要带个18000呐，装作是个海外有钱大老板，要来那儿投资找机会。我们在那儿就租个小地方，装门面，开个空投公司，然后再搞集资。不出1年呐，我们就可以上市；不到3年呐，你就要变成亿万富翁啦！真的那么容易吗？就是这么容易。我们那儿的大款啊，10个9个都是这样来的。可是我哪里有18000嘛？我哪有这么多钱啊？我现在喝酒啊，都要你付钱呢。你不是很厉害那些偷窥爬墙的小动作吗？你老婆的金银珠宝藏到哪里去？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嘛？男人啊，做到这种地步啊，会给他看不起的。那好啊，你这么有尊严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不，哎呀，英啊，来，坐下来嘛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已经排得满满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安排啊。每一台要唱3首歌，你算算看要多少时间呢？我真的没办法。你不要这样嘛！哎呀，都跟你说过不要那么认真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念给你听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这样说啊，这样是欺骗啊！你能够出多少价钱啊？坦白说，我今天才刚刚调高他的价码。什么360、380好不好？我帮你安排。OK， 拜拜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记者说呢？说妈跟别的男人跑了。如果给妈知道的话，她会很伤心的。不这样说，你怎么上得了报纸，而且还是头版呢？女儿啊，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才会传千里。你的身世越堪坷，人家就越同情你了。哎，炒新闻而已嘛，不要太认真了。我买了只烧鸭，庆祝你们昨晚登台成功，一炮而红。坐下来吃饭。你老子说的对，如果不加油添酱，那记者哪里会对你的故事有兴趣？那你又怎么会上头条呢？电话给我。干嘛？我说电话给我。女儿啊，今晚你有很多台要唱，你要好好保养嗓子，不要说那么多话。你给不给啊？你不给的话，我今晚就不唱。给他。喂，无名，你知道我妈上哪儿吗？不知道，她不在家吗？不在啊，我打她的手机也打不通。等一下，我帮你下楼看看，发生什么事？报纸有我的报道，可是我生父他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对记者这样说，给妈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很伤心的。我相信你妈会了解你不会说这些话的。等一下，我找到她，我会帮你解释的。谢谢你。昨晚唱得真好。我本来很紧张的，差一点连歌词都给忘了。可是后来我想象成台下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只唱给你一个人听，就不紧张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即使我唱得再差，你也不会吓我的。无名，
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你是个钢琴家，却让你在台下听这种流行歌，让你耳朵受罪了。什么钢琴家？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。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你只是一时的挫折啊，你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的。今晚我带安琪去找你。好啊，无名，我怎么了？没什么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记得带安琪到后台来，这样子我才会知道你们来了。让他开心玩几天，才告诉他留在澳洲读书的事。就是怕他知道了就会吵架回来。就让他吵几天，小孩子很快就习惯了。等他上学交新朋友，就不会想要回来了。那你呢？我也要搬走了。去哪里？我去哪里无所谓。反正我已经习惯这种日子了。你干什么？没有啦，很伤心嘛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迪亚，不如你回家吧，去看看你爸爸，因为你哥哥姐姐们，他们一定很想你的。不了，我这个样子。哪还有脸去看他们？那你就跟我们去澳洲啊。那个地方不适合我。Julie，安琪就交给你了。你中文唱得很好啊，为什么看起来还是不开心的？我心里有一件事很困扰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说出来啊，看我可不可以给你一点意见。如果说我爱上一个人，但他却有了妻子，还有了孩子，阿里啊，不管你有多么爱这个男人，只要对方是有家庭的，你的爱就得止步，要不然受伤害的不只是你自己，连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。英七姐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分开了9年了，这些年来他都独自抚养他的女儿，他还对他女儿说，妈妈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太太做了一件让他无法原谅的事。婚外情，那的确不容易原谅。是的，可是我知道，他还是无法忘记他的太太。你不是说他无法原谅他太太吗？是啊，可是他内心里应该还是爱着他的。有时候，当你选择离开一个人，并不代表你不爱他，而是因为你太爱他了，所以才无法原谅他。我好像说的乱七八糟的，其实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当你选择离开一个人，而你心里还是感觉到很痛苦的话，那就代表，其实你还是很爱着他的。但是当一切静下来，很多往事都会从你脑海越过，你很努力的把它忘记，但是怎么做都无法做到。你说的对，我相信他的妻子也一样还爱着他，所以这些年来，不断的在寻找他和女儿的下落。我见过他妻子了，他
他要求我告诉他，他们父女在哪里。但是你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告诉他，因为你说了，他们很可能会从事旧情，而你会失去你心爱的人。但是如果你不说，你心里又会很不安。英琪姐，你教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不能够告诉你怎么做，你只能够自己做决定。但是如果你要我给你点意见，我只能够对你说，跟着你的心走。跟着我的心走。很多人都说感情是自私的，但是我也听过，如果你能够把自私的感情化身为无私，一切都要看你的心。我们看完了阿丽姐姐的表演，就直接去机场，所以你还有机会跟她说声再见。好啊。Nancy， 哎，你们也来了。我们来捧阿丽姐姐的场。Nancy， 我到你家找不到你，阿丽打你手机也打不通。他找我干什么？他心中还有我这个妈妈吗？他想跟你解释报纸上的报告。解释什么？白纸黑字都写出来了，解释有什么屁用啊？我现在已经是给人家丢臭鸡蛋的狠心妈妈了。哎，阿丽也真是的，即使那些话是江海教他这么说的，他也不应该任由他摆布嘛。阿丽说他根本没有跟记者说那些话。其实我也是相信阿丽没有说那些话，肯定是那个江海说的。不过阿丽也应该阻止他嘛。他怎么会阻止啊？他现在上报啦，出名了，那就是证明他那个死鬼老爸比我厉害呀。我这个做妈的有什么屁用啊？只会一辈子教他演布袋戏。你看啊，人家只带走他几天啊，就可以让他一炮而红了。他感激都来不及了，他怎么会阻止他来臭骂我啊？Nancy， 你跟阿丽那么多年的母女，你应该相信她吧？就是啊，你怎么当人家妈的？连我爹地跟我都不相信阿丽姐姐会那么做，反而你这个做妈的不相信她，唉，你真的是……安琪 ，Nancy， 你在阿丽的心中还是最重要。是吗？我在他心目中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好啊，今晚呢，我就要他站在台上叫我一声妈，然后当着观众的面前呢跪下跟我道歉。飞龙，走，找东西吃，吃饱了今晚才有力气骂人呢。哼 ，Nancy， 佩佩，老婆。不舒服吗？哦，没什么，最近一流汗就觉得身体痒痒的，很不舒服。那你放我下车，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了。没关系，反正回去我自己一个人也挺闷的。我喜欢听你唱歌，你唱歌很好听。今晚的观众好像特别多。喂，看来那死人头还挺受欢迎的哦。当然啦，人美和甜，真是有可怜嘛。为什么以前我没有想过用这招呢？你不是没有想过，你是因为太爱阿离了，不想他抛头露面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才不像他的死鬼老爸，把他当成摇钱树啊。哎，阿离，真的是阿离耶！那个就是啊，好像长得不怎么样嘞。什么不怎么样啊？啊，长得这么漂亮还不怎么样？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今晚为我们情话歌来掀开序幕的是，才一亮相就轰动师承的《盲你阿离》。
他卖歌救父的事情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上去拆他台。今晚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歌。你滚开啊！我现在要上去拆他的台，走开，别挡着我。Nancy，别这样，拜托你，为了阿丽，别这样。Daddy， 阿丽姐姐真的唱得很好。有什么事不可看透？谁预料下一个路口是欢喜还是心愁？谁计较成功或失败？是否想搬到白头？梦想已陪着暖的酒，一件事的事。死人头，还唱得真不错哎。太好了。唱得真好。喂，你干嘛？她是我女儿，我都没那么感动，你这个不相干的人感动什么屁呀？我真的很感动嘛。多少次放弃拥有，在同一双手，多少次妥协争斗，梦里心上头。阿丽她醒的，她的眼睛看不到，我知道她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尽头是碰头，谁预料下一个喂，你是谁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我是谁？我是他！喂，不要乱来，不要乱说话。妈，妈，你在哪里？你们放开他！妈，放开啊！妈，你不要乱生气，一定要做。他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他妈妈。不是说他妈妈跑路了吗？妈，你怎么样了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回答我啊，妈。哎，对不起，阿丽，对不起，我从小把你抛弃，原来这些年来你过得这么凄凉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你出名了，我才不要脸的回来认你。我对不起哦，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在说，我看了报纸之后才知道你这些年过这么苦啊！我今天来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呢，跟你说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了，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们解释一下吧。给我们一个详细的答复好吗？对不起，这位大哥，我是他的经理人，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啊？太感动了！哦，你干嘛踩我？哎呀，你还不赶快去追老婆？啊，对哦。秀秀，你们要赶下一场，先走吧。我妈在哪里啊？她已经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快走吧。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阿丽下吗？你跟着我的车吧。没问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在骗人的。我还是回去看你爸爸怎么样。阿丽姐姐，英琪姐，你等一下。安琪，阿丽姐姐，你哭了？没有啊。刚才都好担心哦。你妈妈说要上台骂你，可是她上了台又不骂你了。因为她爱我啊。安迪姐姐，我现在要去机场了，安迪决定要带我去澳洲玩。真的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们去1个星期，下个星期2就回来了。好了，
阿丽姐姐有别的地方要去，快跟她说再见。哦，阿丽姐姐再见。再见。阿丽，你要保重自己哦。再见。他们走了。安琪，迪儿，手续都办好了。那就早点进去吧。你舍得吗？反正还有时间，你们两父女应该还有话要说吧？不必了，早点进去，让他休息一下。那跟爹地说拜拜。爹地拜拜。要好好听安迪朱莲的话。知道了。不能因为安迪朱莲那么疼你，就跑到他的头上去。澳洲这个地方，你人生地不熟，凡事都要听安迪朱莲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边的天气会很冷，记得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足够的衣服。爹地，我只是去1个星期，你为什么那么紧张？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吗？不说了，给爹地一个拥抱。好了，走吧。下个星期我回来，你一定要来接我哦。好了，安琪，走吧。迪儿，拜拜。你为什么哭？我没有哭啊，也许是新的隐形眼镜有点不舒服啦。我下个星期7点才能赶到爹地。哦，飞机3点会抵达，你3点过后就可以看到爹地喽。真的是3点？为什么爹地说是5点？是吗？那就5点吧。走啦。哎，等一下。安迪朱莲，我第一次坐飞机有点紧张，我想先去厕所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英琪姐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要你当我的司机。没关系的，让自己忙碌一点，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，醒来又是另外一天，那有多好。你心里好像隐藏了好多事。不管什么事，都会随着时间流失的，逐渐淡忘。英琪姐，你放我下车后就回去休息吧，不要再等我了。真的没有关系的，你唱完歌之后只不过才11点，我回到家还嫌太早呢。对了。我终于看到你喜欢的人了，就是刚才那女孩子的爸爸，对吗？阿丽，你要保重自己哦。再见。
走了。英琪姐，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电话？别，怎么样了？我几间厕所都找了，没有啊。他到底问你什么？他问我说下个星期几点会看到你，我跟他说你的飞机3点就会到了，可是他跟我说你告诉他你5点才会到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他说什么时间啊。阿丽姐姐，你快来救我吧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爹地要送我去澳洲，他不让我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阿丽姐姐，我猜的不会错的。爹地真的要甩掉我了，他不要我了，我不要去澳洲，你快来救我吧！英琪姐，你不要这样那么快啊！请问你有没有为病人叫英琪的？他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在急救，是这位小姐送来的。谢谢。请问你是阿妮吗？是你打电话给我是吗？是。我姐怎么样了？她在救护车来之前还很清醒的，不过后来就晕倒了。怎么会出事的？我眼睛看不见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英姐，姐夫，你姐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到的。你们是英琪的亲人吗？她怎么样啦？我是她妹妹。她情况还好，没什么外伤，不过她要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她流产了，她需要住院，我们会替她安排的。姐，阿姨，琪姐，坐下。对不起，我吓坏你了。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要不是我叫你送我去机场，你也不会。别傻了，这不关你的事。你有没有赶到机场？没有。那小女孩怎么办？我打电话给她母亲了。英琪姐，你不是说过要跟随我的心吗？我的心告诉我，我是应该打那通电话的。姐，是我告诉姐夫的，你们两个谈谈吧。英琪姐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来。你全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这必要。没这个必要，我是孩子的爸。你该好好休息啊。我本来就是要把它打掉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？玉兰劝我，阿杰也劝我，大家都在劝我。但是我对我能否做个好妈妈，我完全没有信心。我对我的工作和我的生命都已经失去了热忱。你要我怎么把孩子给生下来？现在是你最想看到的结局了。
你是不是应该感谢这场车祸，帮助你解决了问题啊？迪儿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报警也没有用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安琪的妈。你不用担心了，安琪跟你的感情哪里是学历比得上的嘛？对了，很晚了，你回去吧。真的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啊？那我走了。姐姐，爹地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就要上飞机了，你还躲在这里？我躲在这里不是要跟你们玩捉迷藏，是不想给你们出卖啊！安琪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我没有出卖你啊！那你说，你真的要带我去澳洲玩吗？真的下个星期就回来了吗？你说，你老实的说。如果你不老实，你就会变得又老又丑，和这个老巫婆一样，即使去拉皮打针都没有用的。我不要变老巫婆。那你说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澳洲就不回来了？不错，你要去那边读书，安迪绝对会留下来陪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去那边读书，我不要坐飞机，我不要离开爹地。一切手续都办好了，飞机票也买了，不由得你说不去。爹地，我不要！不要！子清，你不能这样就送着慧儿的。他怎么会来的？求求你，不要把慧儿送走啊！爹地，放我下来！爹地，她是谁？她是不是我妈咪？不是。安迪觉得她是不是我妈咪？安琪，乖，爹地说不是就不是。如果她不是我妈咪，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走？你是不是怕她来抢走我？爹地，你说啊说啊！安琪，走。安琪，安琪。爹地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你临睡前要不要吃点东西呀？弟弟会泡牛奶给我喝。是不是我妈咪？不是。要去上学啦？嗯。我炒了个蛋给你吃。不用啦，喝杯水，吃片面包可以了啦。那怎么够营养啊？很快的啦，反正你老爸也要吃的。老妈，拜托你了，一把年纪的人还打什么通宵麻将？女人熬夜很容易老的嘞，你不怕？你少担心，我才40出头。天生丽质，哪这么快老啊？昨天晚上我是一肚子气，才想去打麻将消消气的。谁惹你生气了啊？你那个姐姐咯。本来昨晚呢，我是要拆她的台了，后来不忍心才没那么做啊。这死人头，一定又是跑去疯牛了。哦，哎呀，每次趁我不在家就跑出去了。真是的，不对呀、啊，他出去的话，一定会找借口打电话给我的嘛。没打。老婆大人。我已年过50，且还是一事无成，老是要靠你，唉，心里十分惭愧，所以我决定到神州大陆闯一闯。你的首饰和钱我借了，等我成功后，一定会几百倍、几千倍还给你。今天，妈，放学了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一个两个就要对我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两个都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妈。妈，干嘛鬼鬼祟祟的？飞龙师，有没有看见我妈？你妈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妈刚出门的哦。哎，你妈怎么了？糟糕！妈，你干嘛？妈！佩佩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告诉我你要跳楼自杀！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跳下去的。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妈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妈！佩佩，不要跳啊！千万不要跳楼啊！佩佩，小心啊！不要跳！不要啊！回去！妈，不要！去啊！哎呀，飞龙叔真的给他害死了！佩佩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快下去啊！你走开啊，走开啊！要不然我跳上去压死你啊！你不要怨我啊！不要跳啊！你死人都走开了！你即使跳下来，我也会接住你的！你神经病啊！我压死你，我不赔命的！听夜的心跳，
着眼角，未来看不见路标，你让我